最近国内有件很火的事儿，想必大家都听说了。是的，央视拒绝了国际足联对世界杯转播权的报价。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只剩1个多月，全球175个国家和地区都顺顺利利敲定了转播权，就咱们国内卡在这儿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一个单届世界杯转播权报价2.5亿到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8亿到21亿。被央视直接拒绝后，国际足联又把价格降到1.2亿到1.5亿美元，还觉得自己让步很大，仿佛我们得感恩戴德，跪谢他们似的。要小编说感恩个屁，看人下菜碟也得有个限度吧。很多人对这个价格改。再看其他亚洲国家，日本是参赛国，单届转播费约2亿美元，韩国接近1.25亿美元。我们中国男足连续6届无缘世界杯正赛，连参赛资格都没有，转播费报价却比韩国还高，这双标玩的也太溜了，简直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更讽刺的是，中国香港地区李嘉诚次子李泽楷旗下的香港电讯盈科拿下世界杯转播权才花了2500万美元，约1.7亿元人民币。连我们降价后报价的零头都不到，同样是中国的地区，差距居然这么大，国际足联的算盘打得也太响了吧。很多人疑惑央视为啥这么硬气，宁可不播也不妥协。小编直白点说，不是央视没钱，是真的不能惯着这种傲慢。首先就是价格严重脱离实际，央视的合理预算只有6000万到8000万美元，和非法的报价差了好几倍，这根本不是正常的商业谈判，就是垄断式敲诈。其次，这届世界杯本身就没什么观赛价值，根本不值得这么高的投入。赛事扩军到48支球队，场次从64场增加到104场，看似内容变多了，实则稀释了竞技含金量。强对决的场次大幅减少，鸡肋场次成倍增加。看来看去全是无关紧要的比赛，观赏性直接打折扣，花天价买一堆鸡肋比赛，纯属脑子进水。更关键的是，观赛时间不太友好，举办地在北美，70%的比赛都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2点到上午9点，正好覆盖我们的黄金睡眠时间和早高峰。大家要么熬夜看球伤身体，要么上班赶不上，收视率肯定上不去，广告价值也大幅缩水，这笔买卖怎么算都不划算。最核心的一点，中国男足已经连续6年无缘世界杯正赛了，没有本土球队加持，球迷的观赛热情本就大打折扣。咱们看世界杯图的就是个情怀，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呐喊。可现在呢，没有中国队，看一群外国人踢球，他们踢的好与坏跟我们有半毛钱关系。有那功夫不如看看各地的联赛，不如看看张雪机车的比赛，至少能尽兴，不用气自己。而且这已经不是国际足联第一次这么欺负人了。回顾这20多年，世界杯在华转播费的涨幅简直离谱到令人啧舌。早期2002年、2006年2届世界杯，央视合计花费才约2400万美元，平均单届1200万美元左右，那时候的价格还算是合理。可到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和2014年巴西世界杯，2届打包价涨到1.15亿美元，平均单届不到6000万美元，比早期涨了4倍多。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2届打包价直接翻倍，涨到3亿美元，平均单届1.5亿美元。而2026年这一单届报价直接追平上2届的总和，比20年前涨了整整10倍还多。这哪里是涨价，这分明是抢钱啊！国际足联的算盘打得噼啪响，他们算准了中国球迷多，算准了中国企业愿意为世界杯花钱，算准了央视以前会为了填补赛事空白妥协。可他们唯独算错了，现在的中国市场早就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了，央视也绝不会做被收割的冤大头。现在的最新情况是，国际足联眼看世界杯开幕越来越近，全球转播版图就差中国这一块，终于慌了。从最初的2.5亿至3亿美元一路急跌，最终腰斩到1.2亿至1.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8.5亿到10.5亿元，相当于直接砍掉了一半价格，试图用这种诚意
逼央视松口，但央视的态度依旧冰冷而坚定，丝毫没有松口的意思。毕竟这从来不是价格高低的问题，而是国际足联的傲慢，触碰了中国市场的底线。据悉，目前国际足联高管已经紧急计划访华，试图打破当前的僵局。不过，小编猜测，除非国际足联彻底放下傲慢，把价格降到央视的合理预算区间，否则这场博弈央视只会硬刚到底，宁可不播也绝不妥协。毕竟我们不缺这一场球赛，更不缺骨气。聊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担心，那些提前布新的金主之一。据非法官网及公开信息显示，本届世界杯所有16个全球赞助商席位已全部售罄，其中中国品牌就占据4席，分别是万达、海信、蒙牛、联想，还有五粮液成为2026非法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这4家企业的赞助层级和投入各不相同，每一家都拿出了十足的诚意。其中，万达作为非法顶级合作伙伴，投入向1.5亿美元以上看齐，这也是中国品牌在本届世界杯中投入最高的一家。联想作为今年的新面孔，跻身非法官方技术合作伙伴行列，这也是非法历史上第一个来自中国的技术合作伙伴。合作范围涵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和2027年巴西女足世界杯，还将 AI 技术应用于赛事运营、裁判判罚辅助等关键环节。海信算是世界杯的老常客了，这已经是他第3次赞助世界杯。从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再到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海信一路深耕，投入巨大。据业内人士透露，海信此次世界杯的投入至少在大几千万美元以上，属于世界杯官方赞助商层级，而这个层级的赞助金额本身就在6500万至9500万美元之间。当然，海信之所以执着于世界杯赞助，也是因为确实尝到了甜头。2016年，海信的海外营收为196亿元，占总营收比重为32%。到2025年，海外收入已跃升至1107亿元，占比达到49.3%。世界杯的全球曝光直接带动了它的海外发展。除此之外，蒙牛也不甘示弱。作为乳企巨头，蒙牛自2018年起就连续赞助多届世界杯，更是官宣成为2026年、2030年世界杯和2027年女足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将长期深耕世界杯营销。乳品行业的特性与体育赛事传递的健康活力理念高度契合，蒙牛也希望借着世界杯的全球影响力，推进自身的出海战略，尤其是在东南亚市场进一步扩大品牌知名度。可能有人会问，中国品牌为啥愿意花这么多钱赞助世界杯？其实，咱们中国不仅是世界杯的重要赞助商来源，更是世界杯全球核心的流量大盘和商业支柱。咱们的贡献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大。先看赞助层面，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中国企业贡献的赞助总额达到13.95亿美元，约100亿元人民币，位居全球第一，超过了包括可口可乐、麦当劳、百威在内的美国企业总和。国际足联在当届赛事近1/3的赞助收入都来自中国，而本届世界杯仅万达、海信、蒙牛、联想4家中国企业的合计赞助投入就接近5亿美元，依旧是世界杯最核心的金主。除此之外，中国企业的赞助还为世界杯带来了全新的技术赋能，比如联想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VAR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不仅提升了赛事运营效率，也丰富了全球球迷的观赛体验。而且中国的消费市场也为世界杯相关衍生产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球衣、球鞋到各类周边，中国球迷的消费力也在间接支撑着世界杯的商业价值。不可否认，如果此次国内无法正常转播，多少会影响这些品牌在国内的热度和终端产品销量。但中国品牌赞助世界杯从来不只是为了卖一波货，更大的目标是出海塑品牌，拔高国际形象。因此，远远谈不上亏惨白花钱，只能说少了一波锦上添花的流量，绝非血本无归。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